第一课，医疗救助的重要性。显然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极其重要。确实如此，这个组织的志愿者们真是英雄，在危机地区提供至关重要的医疗援助。我钦佩他们的奉献精神，只有特殊的人才能做这样的工作。绝对，他们经常面临挑战，但他们仍然坚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我甚至无法想象这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情感负担。这确实需要巨大的韧性和同情心。或许我们应该支持他们的努力。好主意，我们可以组织募捐活动或宣传活动。是的，提高公众对他们工作的认识，可以激励其他人做出贡献。让我们一步步为世界带来积极影响。第二课，压力与自我照顾。我对即将到来的考试感到压力很大，他们似乎笼罩着我。深呼吸，你已经准备好了，相信自己的能力至关重要。谢谢。我常常在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忘记呼吸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，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停顿就能让我们的心情焕然一新。确实如此，或许我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更多放松技巧。当然，冥想，甚至短暂的散步都能帮助你清醒头脑。我一定要在混乱中为自己找一些时间。这听起来真是个明智的计划。记住，你的健康和你的学习同样重要。这是为了有效的平衡工作和自我照顾。第三课，时尚需求。我需要一些时髦的牛仔裤和休闲上衣作为日常穿着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。多功能衣柜让穿衣变得轻松多了。没错，我经常发现自己盯着满满的衣柜，却感觉自己没衣服穿。我感同身受，拥有一些可以混搭的必备单品真的很重要。也许我们应该一起去购物，我可以使用一些时尚建议。我很乐意，和朋友一起购物总是更愉快。另外，我可以听取第二种意见来决定什么适合我。当然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些符合您风格的好东西。祝您未来的购物之旅顺利。第四课，应对挑战。无论何种情况，它都蕴含着根本的出路。有趣的观点。你是说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吗？正是如此，无论从经济、社会还是政治层面，都必须寻求出路。这真是一个深刻的思想，它意味着挑战可以带来成长和改变。确实如此，拥抱困难或许能让我们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。面对逆境时，保持开放的心态和适应能力至关重要。绝对如此，或许我们应该把障碍看作是隐藏的机遇。
我完全同意，让我们培养一种迎接挑战的心态。祝愿我们都能找到度过每一场风暴的出路。第5课，政府变革。政府必须改变，我们需要一个适合新世纪的新政府。我同意，领导力的进化至关重要，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。我们需要足够谦逊，不试图将过时的观念强加于人的领导者。确实如此，新视角可以推动进步和创新。您认为新任领导者应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？我相信，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中，同理心和适应能力至关重要。当然，领导者必须与服务对象建立联系，并满足他们的需求。鼓励治理中的参与和包容性也至关重要。让我们共同展望一个拥有鼓舞人心、团结一致的领导者的未来。第6课，管理冲突。是的，我在工作场所也遇到过不少冲突。你呢？有什么有效管理的建议吗？我了解到，及时解决冲突至关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拖延讨论往往会导致误解。确实如此，我还发现，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可以取得更好的结果。是的，保持尊重的同时，开诚布公的沟通至关重要。也许我们应该练习一些角色扮演场景，来提高我们的技能。这听起来既有趣又实用，实践出真知，效果显著。让我们一起成为解决冲突的专家。第7课，平地与农业。地势较为平坦，且不被水包围。是的，我听说萨斯喀彻温省种植小麦，这真是令人着迷。绝对的，一望无际的田野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如此平坦的地形竟然能生产出丰硕的农作物。确实如此，气候和土壤条件一定非常适合耕种。我可以想象收获季节金色小麦在微风中摇曳的美丽。那里的景色一定很美，或许我们应该趁着秋收的时候去看看。听起来太棒了，我们可以亲眼见证整个过程。让我们一起探索农业奇迹和大自然之美。第8课，令人印象深刻的时间表。这日程安排听起来真棒，你是怎么安排好这一切的？说实话，我很难找到时间进行常规活动。我感同身受，平衡工作和个人生活常常让人感到不知所措。确实，我有时真希望一天能多出1个小时属于我自己。也许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我们的任务，并为我们的时间设定界限。这听起来是个明智的做法，组织起来可以提高效率。是的，让我们互相支持，制定更易于管理的日程安排。我很乐意，
这样我们就能腾出时间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了。祝您找到平衡，并更充分地享受生活。第9课，生产力和恢复。当然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休息1-2天恢复肌肉是必要的。我完全同意，没有恢复，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达到最佳状态。您如何保持动力，以确保自己确实享受了这些休息日？我提醒自己，肌肉痊愈后，我会感觉更强壮。这真是个绝妙的策略。我经常因为休息而感到内疚。我明白，但即使是运动员，也会休息一段时间来恢复身体。确实，或许我应该把休息日当成训练的必要组成部分。是的，关键在于平衡，努力训练，然后留出时间恢复。我会采纳你的观点，祝你肌肉更强壮，训练更聪明。第10课，时间管理。哦，最近这是一个挑战，我觉得我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留给自己。这很有共鸣，人生就是这么堆积责任，不是吗？确实，我经常想，是不是应该雇个时间经理来帮我管理时间？时间管理器听起来是个很棒的投资，我会用咖啡和感激来回报你。没错，也许我应该为这个职位进行面试。想象一下简历，浪费时间和拖延症管理专家。我肯定会雇佣那个声称掌握了平衡艺术的人。是的，我认为我们应该集思广益，想办法腾出更多个人时间。好主意，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，在混乱中优先安排自己的事。第11课，社交媒体影响力。我同意，他们对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值得称赞。当然，它可以成为连接和创造力的强大工具。确实如此，有些人仅凭一篇帖子就能激励成千上万的人。是的，一张照片竟然能引发一场运动或潮流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有时会想，我是否能够创作出引起如此强烈共鸣的内容？不尝试怎么知道呢？或许你还有隐藏的天赋等着被发现。也许我应该开始记录我的冒险经历，一次一篇。这主意太棒了，你的经验值得分享。让我们满怀热情地拥抱社交媒体的世界。第12课，解决冲突。有什么有效处理冲突的建议吗？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迅速、圆滑地解决这些问题。这建议太棒了！逃避冲突往往会让情况恶化。没错，这就像是让小火变成熊熊烈火。我宁愿早点把火焰扑灭。是的，开放的沟通是解决误解的关键。
也许我应该练习我的外交技巧，从小分歧开始。好主意，这真是建立解决冲突信心的好方法。让我们以优雅和理解来解决我们的分歧。第13课，衣柜整理。拥有一个整洁的衣柜，感觉很棒，不是吗？绝对，井然有序的空间确实让人感到满足。当然，它能减轻压力，让找东西变得容易得多。是的，整洁的环境通常能让人心绪清爽。我曾经整理过衣柜，发现了一些我忘记的衣服。这总是令人惊喜的，就像在自己的衣柜里购物一样。我应该更经常这样做。整洁的衣柜甚至可能激发新的穿搭灵感。确实，也许我们应该办个衣柜整理派对。我喜欢这个主意，我们可以一起打造一个时尚宁静的空间。第14课，颜色偏好。看起来不错，但我想我更喜欢浅色的东西。我完全理解，浅色通常让人感觉更清新，更有活力。没错，它们能让房间明亮起来，营造出欢快的氛围。是的，而且它们往往能反射更多光线，让空间感觉更大。我注意到了，这就像一个巧妙的视觉错觉。也许我们应该一起探索一些更浅的色调。好主意，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还有什么选择。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多彩的旅程吧。让我们用完美的色调来改变我们的空间。第15课，采购预算。听起来不错，你花了多少钱？我花了大约$50，我认为对于我得到的来说，这是相当合理的。这笔交易太划算了，买东西物有所值总是让人很满足。我同意，在预算之内，感觉就像是小小胜利。当然，我发现稍加计划就能省下不少钱。是的，也许我们应该列个购物清单，确保不超支。真是个明智的策略，这样我们就能专注于真正需要的事情。让我们把坚持预算变成一个有趣的挑战。为未来的精明购物和财务胜利干杯。第16课，教育之旅。我最初上大学是学医学，但后来转学宗教。这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转变。是什么促使你关注点发生如此转变？我发现自己对生活的哲学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太棒了，这一定丰富了你对人类经验的理解。确实如此，我相信这两个领域都能为我们的生存提供宝贵的见解。绝对如此，
多元化的知识能够塑造我们的观点，真是令人惊叹。也许我们也应该讨论一下你的教育历程，我很好奇，想听听。我很乐意分享，教育常常会引领我们走向意想不到的道路和发现。让我们拥抱学习之旅，无论它将带我们去往何方。第17课，回答问题。您在会议期间如何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？我举了一个以前工作中的例子，似乎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这真是个聪明的方法。具体的例子往往能阐明抽象的概念。确实如此，它可以帮助观众在个人层面上理解信息。我发现讲故事在专业环境中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。绝对，它增添了人情味，让内容更具亲和力。也许我应该练习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到我的回答中。这主意太棒了，个人轶事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沟通者。第18课，规划演示。我们必须今天完成演示，这对我们即将召开的会议至关重要。太好了，我们1小时后见面，确保一切准备就绪。听起来不错，我会提供最新数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。太好了，我会准备一些视觉辅助工具，因为视觉效果可以显著增强我们的信息传递效果。确实如此，结构良好的演示文稿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是的，我得承认，我有点紧张，但我相信我们会做得很好。有点紧张是很正常的，这表明你在乎结果。确实如此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给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祝愿我们的演示取得成功，并产生积极影响。第19课，意识的重要性。萨尔曼·拉什迪的《撒旦诗篇》多年来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确实如此，它的反响凸显了言论自由的复杂性。文学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和争论，真是令人着迷。是的，它提醒我们艺术自由所带来的责任。我经常想知道作者如何在创造力和争议之间找到平衡。这肯定很有挑战性，然而他们敢于发声的勇气值得称赞。也许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探讨文学审查制度的含义。这听起来很有趣，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的更广阔背景。让我们就文学及其影响进行有意义的对话。第20课，波卡洪塔斯的请求。12岁的女儿恳求饶他一命，但他的话语毫无作用。这是历史上令人心酸的时刻，保加康帝的恳求彰显了同情的力量。是啊，他在逆境中展现出的勇气真是令人感动。他提醒我们，孩子们可以拥有超越年龄的智慧。
确实如此，它让人反思动荡时期纯真的影响。我只能想象那一刻空气中弥漫着怎样的情感。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，凸显了人际关系的复杂性。绝对，也许我们应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，了解更多。好主意，只要我们愿意倾听，历史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。第21课，拥抱矛盾。小丑的本能，无论风暴有多大，都会引导我走出矛盾和悖论。真是妙语连珠，它表明我们用一种轻松有趣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挑战。确实如此，拥抱矛盾才能带来更丰富的体验。就像在混乱的时刻也能找到幽默一样。正是如此，人生苦短，何必太认真对待每件事呢？有时，笑声是克服困难的最佳方式。是的，它能把最猛烈的风暴变成轻松愉快的冒险。是的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一理念。好主意，让我们拥抱荒谬，享受旅程。第22课，压力管理。我对即将到来的考试感到压力很大，它们似乎笼罩着我。深呼吸，你已经准备好了，相信自己的能力至关重要。谢谢。我经常在压力增大的时候忘记呼吸。即使我们最优秀的人也会遇到这种情况，也许一些放松技巧可以帮助缓解这种压力。这主意太棒了！我应该把冥想或瑜伽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。是的，即使是短暂的散步，也能改善你的心态，减轻焦虑。我会在忙碌的学习中抽出时间给自己。这听起来是个明智的决定。记住，你的健康和你的学习同样重要。这就是平衡学术责任和自我照顾的方法。第23课，时尚必备品。我需要一些时髦的牛仔裤和休闲上衣作为日常穿着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。多功能衣柜让穿衣变得轻松多了。我经常发现自己盯着满满的衣服衣柜，却感觉自己没有衣服可穿。我感同身受，拥有一些可以混搭的必备单品真的很重要。也许我们应该一起去购物，我可以使用一些时尚建议。我很乐意，和朋友一起购物总是更愉快。另外，我可以听取第二种意见来决定什么适合我。当然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些符合您风格的好东西。祝您未来的购物之旅顺利。第24课，配件偏好设置。我喜欢第一个有更长的肩带，可以肩背或斜挎。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选择。长背带通常能让你背包的方式更加灵活。没错，我更喜欢根据自己的穿搭来选择搭配。
这真是两全其美。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的颜色吗？我倾向于一些可以与各种服装搭配的中性颜色。明智的选择，中性色往往永不过时，而且易于搭配。另外，我可以避免寻找匹配配件的麻烦。是的，让我们来探索一些完全符合您标准的选项。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发现了什么。第25课，会议议程。我们的会议议程上还有其他议题吗？是的，我们将审查销售报告并讨论改进策略。这听起来很重要。分析我们的表现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。当然，了解哪些方法有效，哪些需要调整至关重要。我想知道，我们是否也应该在讨论中包括团队的反馈？这真是个好主意。团队的意见往往能揭示我们可能忽略的观点。此外，他还营造了一种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受到重视的协作环境。是的，让我们确保在会议期间鼓励开放的沟通。祝愿讨论富有成效，策略有效。第26课，瑜伽垫推荐。我正在寻找瑜伽垫，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去哪里买？当然，实体店和网上都有很多不错的选择。这很有帮助。我喜欢抓地力强、缓冲性好的垫子，这样舒服。是的，练习时不用担心滑倒，这很重要。我听说有些品牌提供环保垫子，这将是理想。非常正确，支持可持续产品始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会考虑这些选择，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购物。我很喜欢，买点瑜伽装备听起来挺有意思的。让我们找到适合我们练习的完美瑜伽垫。第27课，优化性能。我以前听说过，我们一定会尝试一下。对于优化我们在这个项目中的表现，还有其他建议吗？我相信设定明确的目标和期限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正轨。当然，制定一份路线图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。此外，定期检查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责任感，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。是的，沟通是确保每个人都朝着目标迈进的关键。也许我们应该安排每周会议来讨论我们的进展。这听起来是个很棒的计划，让我们保持专注和动力。祝愿合作成功且富有成效。第28课，万圣节乐趣。开门的大人假装害怕，然后将糖果放入每个孩子打开的袋子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有趣且好玩的万圣节传统。是的，它增加了一些惊喜元素，孩子们肯定会喜欢的。
我只能想象当他们收到零食时脸上的喜悦。没错，这真是节日期间与社区互动的好方法。也许我们应该考虑明年举办自己的万圣节活动。我很喜欢，我们可以在服装和装饰上发挥创意。是的，让我们为所有参与者打造一次难忘的经历。让我们在万圣节期间传播欢乐和糖果。第29课，商店营业时间。打扰一下，您听到登机广播了吗？是的，他们说我们的航班现在正在登机，这真是令人兴奋。我希望我们能尽快通过安检，我不想错过航班。当然，我们越早上船，就能越早放松。我想知道机场里是否还有商店营业，可以买最后一刻的小吃。问得好，我相信有些商店会一直营业到最后一班航班。让我们检查一下终端地图，看看有哪些可用的选项。是的，我宁愿吃点好吃的，也不想在飞机上挨饿。祝您旅途顺利，起飞前享用美味小吃。第30课，生产力和团队合作。将任务委派给您的团队，以确保效率至关重要。我已经这样做了，但我感到很内疚，因为他们给了我太多的工作。这可以理解，不过重要的是要记住，团队合作可以减轻负担。是的，我经常忘记协作可以提高生产力。没错，责任共担，每个人都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也许我应该提醒自己，我的团队渴望提供帮助。这真是个好心态，它能培养一种社区意识和支持感。我会努力的，谢谢你的鼓励。让我们一起拥抱团队合作，共同实现我们的目标。